第1章指控。我和丈夫扎卡里·迪克逊已结婚7年，终于怀上了我们的第1个孩子。当我满心欢喜地将孕检结果告诉他时，他却皱起眉头质问我：“这是谁的孩子？”我愣住了，脱口而出：“当然是你的。我们结婚7年都没孩子，我才出差2个月，你就怀上了？你在开玩笑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震惊不已。我明明已经怀孕2个月了，时间完全对得上。这时，丈夫的母亲马洛里在一旁冷笑道：“难怪你总在晚上出去，原来是背着扎卡里跟别的男人鬼混。可我晚上外出明明是因为加班啊！”我气得几乎失控，最终强压怒火对他说：“你要是不信，我们就去做亲子鉴定。”没想到扎卡里立刻答应了。我对他失望透顶，做完鉴定后便回了娘家。鉴定结果3天后才能出来，我们约定好到时一起去医院取。我们还约定，如果孩子是他的，他要向我道歉；如果不是，我们就离婚。我净身出户。这3天里，扎卡里没有联系过我。我伤心之下跟母亲基尔斯滕说，等结果出来，我就打掉孩子跟他离婚。母亲劝我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扎卡里是爱你的，这么多年没孩子，他从没怪过你，现在突然有了，他心存怀疑也正常。先等等看，结果出来后，他肯定会向你道歉的。母亲说的有道理。扎卡里虽然脾气有点暴躁，但平时确实很爱我。我决定听母亲的话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出结果那天，我睡过了头。正当我收拾好准备出门时，门铃响了。门外站着的是扎卡里。我以为他已经拿到结果，是来接我，为之前的事道歉的。我开口问道：“扎卡里，结果你看了吗？”“我没有。”我的话还没说完，扎卡里就一巴掌扇了过来。他用了全力，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，嘴角渗出鲜血，耳朵里嗡嗡作响。我难以置信地抬头看着他，大喊道：“扎卡里，你疯了吗？”又是一声清脆的巴掌声，他又扇了我一巴掌。我踉跄着后退几步，直直地摔倒在地，身体撞到了旁边的桌子。哗啦，桌上的东西全都摔落在地。响声惊动了在卧室休息的母亲，她尖叫着跑出来，慌忙将我扶起。母亲对着扎卡里怒斥：“扎卡里，你怎么能打自己的妻子？他活该！”扎卡里双眼赤红，抓起桌上的纸巾盒就朝我砸来：“莉莲娜，你敢背叛我，我今天非要打死你这个贱人！”眼看着纸巾盒朝我飞来，我急忙拉着母亲躲到一边。扎卡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鉴定结果显示孩子不是他的？我急忙解释，我从来没有过别的男人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误会？扎卡里咬牙切齿地掏出手机砸向我：“你自己看，根本没有什么狗屁误会。”第2章内裤。我捡起扎卡里的手机查看，屏幕上是他和乔伊斯·安德伍德的聊天记录。扎卡里有个大学同学叫曼努埃尔·休斯顿，乔伊斯是曼努埃尔的妻子。我和乔伊斯见过几次面，勉强算得上朋友。聊天记录里，乔伊斯说我和曼努埃尔有不正当关系。起初扎卡里并不相信，直到乔伊斯发了一张照片，一张性感内裤的照片。那条内裤看起来很眼熟，正是扎卡里出差前1晚我穿的那条。我急忙解释：“扎卡里，这不是我的内裤。”可我的辩解反而让他更加愤怒。他走上前，一把夺过手机，快速点了几下，随后揪住我的头发，将手机狠狠凑到我眼前：“你再仔细看看，不是你的是谁的？”手机屏幕上又出现一张照片，内裤的一侧印着“扎卡里专属”的字样。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不可能，你上次看到我穿后，我明明就把它扔进垃圾桶了，怎么会？我突然想到，马洛里总爱偷拿我的衣服。有一次我下班早，推开卧室门时，撞见马洛里光着身子在我的衣柜前挑衣服。我质问他时，他谎称自己走错了房间。等他走后，我发现地上掉了一条他遗落的蕾丝内裤。难道那条内裤是马洛里穿的？我抬头看着扎卡里，急切地说：“
我知道了，是你妈妈干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扎卡里怒火中烧，一脚踹在我的腿上，你竟敢污蔑我妈？她可是正经人，怎么可能穿你的内裤？我的腿一软，瞬间跪倒在地。他抬手又是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母亲急得拉住扎卡里的胳膊哀求：扎卡里，别打莉莲娜了，这里面肯定有误会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说，好不好？别碰我！扎卡里不耐烦地推开母亲，母亲重心不稳，摔倒在地。妈！我又急又怒，冲着扎卡里吼道：扎卡里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妈有腰痛的毛病，你要是伤了她，我爸绝不会放过你。我的父亲佩顿是一名警察，扎卡里是知道的，可此时的他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。你是贱人，你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说不定你爸还得感谢我替他教训他。这时，不少邻居被动静吸引，聚集在我家门口议论纷纷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像是佩顿警官的女儿出轨，被她丈夫抓包了。不可能吧？佩顿可是出了名的正直，怎么会养出这样的女儿？议论声中，有位邻居实在看不下去，站出来劝道：年轻人，冷静点，男人不能打女人，何况她还怀着孕呢。扎卡里扭头恶狠狠地瞪着他：混蛋，关你屁事！又不是你老婆出轨。他厉声呵斥着那位邻居，随后又朝围观的人群怒吼：这是我们的家事，就算警察来了，我做的事也不算犯法。谁要是多管闲事或者敢报警，你们等着瞧，我饶不了你们。他说完，围观的邻居们纷纷散去，没人再敢多管。莉莲娜，你背叛我，还想让我养别人的野种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扎卡里死死地盯着我的肚子。我从未见过如此愤怒的扎卡里，他像一头失控的野兽，眼底满是暴力。我下意识地护住肚子，语气软了下来：亲爱的，我真的没做错事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把曼努埃尔叫来问清楚，那条内裤到底是谁穿的。他冷哼一声：曼努埃尔，你叫的倒是亲热，想让他来救你。我劝你别做梦了，乔伊斯已经带了10几个人去抓他，他自身都难保了。扎卡里瞥见不远处墙上挂着我父亲的鞭子，伸手取了下来。他握着鞭子，逼问我：你到底什么时候和曼努埃尔勾搭上的？我拼命摇头，我没有和他在一起。还敢嘴硬？扎卡里扬起了鞭子。我吓得闭上眼尖叫，可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袭来。睁开眼时，我看见母亲挡在了我身前。第3章，是你的孩子。鞭子狠狠抽在了母亲身上，可她仿佛感受不到疼痛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扎卡里。扎卡里，你误会莉莲娜了，别打她。你们俩坐下来好好谈谈，再这样下去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早该打死他。在我看到孕检结果的时候，就该扇他耳光。扎卡里怒声道：基尔斯滕，你以为你能护着他？你总让我对他好，怎么不叫他安分守己？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你们母女俩。说着，他再次扬起鞭子，朝着我们抽打过来。母亲怕我受伤，急忙将我紧紧护在怀里，替我承受了一下又一下的鞭打。听着母亲痛苦的呻吟，我的心像被撕裂般疼痛。为了保护母亲，我放下所有尊严，拼命哀求扎卡里：别打我妈了，扎卡里，求你了，我真的没有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求你看在我们结婚这么多年的份上，别再打我们了。母亲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，可看到我哀求的样子，扎卡里非但没有停手，反而更加愤怒。你还好意思提我们结婚这么多年？我对你不够好吗？你怀不上孩子，我从没给过你压力，我妈让我跟你离婚，我也一直拒绝。可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他再次扬起鞭子抽了过来。我能感觉到护着我的母亲身体越来越虚弱，就在这时，扎卡里收回了鞭子，母亲再也支撑不住，瘫倒在地。我伸手去摸她的后背，手上瞬间沾满了鲜血。我崩溃的尖叫：妈，你醒醒！母亲已经昏了过去，无论我怎么喊，她都没有反应。看到母亲昏迷不醒，扎卡里终于慌了神。他伸手探了探母亲的鼻息，确认还有呼吸后，才松了口气，将她抱到沙发上躺下。
我看到桌上的包，急忙跑过去想拿手机叫救护车。扎卡里见状，立刻冲过来抢走了我的手机。你要给谁打电话？曼努埃尔。我告诉你，他现在没时间救你。我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。我要叫救护车。我妈晕倒了，她需要去医院。不准打。扎卡里举起我的手机，狠狠砸向地面，手机瞬间摔得粉碎。你就是想给你的情人打电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扎卡里，你疯了！我又急又怒，用尽全身力气扇了他一巴掌。这一巴掌彻底激怒了扎卡里，该死的，你竟敢打我！他抬脚就朝我的肚子踹来，我急忙用手护住肚子，鞭子重重地落在了我的手上。这个动作彻底点燃了扎卡里的怒火，你竟然还敢护着这个野种！我这么爱你，你却拼命保护别人的孩子！他一边怒吼，一边不停地踢向我的手，我的手很快就被踢得血肉模糊。够了，别再打他了！门外的邻居再次出声制止，你会打死他们的！扎卡里抓起桌上的烟灰缸就朝邻居砸去，该死的，少管老子的闲事！住在这附近的大多是老人，看到扎卡里如此凶神恶煞，纷纷吓得跑开了。扎卡里转过身，继续踢打着我，嘴里还不停地质问：莉莲娜，你怎么敢和曼努埃尔在一起？你明明知道我有多恨他。扎卡里和曼努埃尔是大学时的好友，可曼努埃尔在大学里经常欺负扎卡里，让扎卡里帮他买饭，却从不给钱，还总跟女同学散播扎卡里的糗事。期末考试那天，他故意关掉扎卡里的闹钟，还抄袭扎卡里的毕业论文，甚至经常逼着扎卡里叫他爸爸。扎卡里的父亲去世得早，他对爸爸这个称呼格外敏感。我曾多次提醒曼努埃尔别这么做，可他根本不听。毕业那天，两人彻底闹翻了。谁也没想到，毕业后3年，曼努埃尔竟然成了扎卡里的上司。为了生计，扎卡里不得不对他低声下气，在公司里过得小心翼翼。我理解扎卡里对曼努埃尔的恨意，可我不明白，他既然这么恨曼努埃尔，为什么不去找曼努埃尔算账，反而来殴打我？难道只因为曼努埃尔是男人吗？直到此刻，我才看清了眼前这个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的真面目，也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总说扎卡里是个危险的人。剧烈的疼痛将我拉回现实，我的手渐渐无力支撑，再也护不住肚子。我看着扎卡里，虚弱地问：扎卡里，如果这个孩子是你的，你却不想要他，你会后悔吗？扎卡里说出了一句让我震惊的话：他不可能是我的孩子。实话告诉你，4年前我就检查过了，我的精子活力极低，根本不可能有孩子。你检查过？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结婚这么多年，我们一直没有孩子，我和他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马洛里每天盯着我的肚子，逼我喝各种所谓的偏方汤药，有一次我甚至差点食物中毒丧命。可扎卡里从未提过他做过精子检查的事。他明明知道不能生育不是我的问题，却任由他母亲那样对待我。他说爱我，全都是谎言。我彻底心灰意冷，松开了护着肚子的手。扎卡里一脚狠狠踹在我的肚子上，一阵剧痛袭来，一股温热的液体从我的下体流出。就在这时，扎卡里的手机响了。他接通电话，是医院打来的。迪克逊先生，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，这个孩子确实是你。